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JY 廖双江的线上课程。那关于呢，很多同行呢，就是想学我们的课程，但是呢，因为很远，或者是因为经济条件也好，还是时间成本也好，来不到我们的线下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以线上分享的方式，然后呢，去记录一些我们品牌的技术，然后呢，通过线上分享给你们，好吗？这一期课呢，我们就分享的是一个品牌经典锁骨发。我们的 Jenny 小姐打个招呼，对，跟我们 Jenny 小姐一起合作剪一款锁骨发，然后呢带给大家，好吗？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会通过Jenny 她本身的一个素材条件，然后呢去帮她做一个锁骨发的设计。锁骨发呢，我相信大家在工作当中呢是用的最多的，对吧？进店的客人呢50%以上呢都会有需要剪到锁骨发。关于刘海的设计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镜头推进。颜值很高，长得很漂亮，对吗？关于刘海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剪什么样的类别的刘海。关于10万克的刘海呢，有2大类别的，类别呢指的是2种不同的方向，也是2个不同的长度。10万克呢一共剪2种刘海，第一种刘海呢长度呢是在眼睛之下的长度，眼睛以下的长度，超过眼睛以下呢，我们的理解呢是属于长刘海。长刘海里面呢就会有划分一些中分的8字刘海，或者是一些偏分的大刘海。设计的方向更适合的人群呢，就属于适合一些比较气质优雅的女生，优雅啊、妩媚啊等等，性感的这种类别的。然后呢，第二种类别呢是长度在眼睛以上的长度。关于眼睛以上的长度，眼睛以上的长度呢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细分。然后呢，今天呢Jenny呢，我就会根据她的脸型的特点啊、五官的特点，还有头型头骨的特点呢，去给它做一个适合它的一个设计。关于刘海，不管是眼睛以下或者以上的长度呢，比较关键的是分区，分区不对就努力白费。刘海的变化呢，无非就是长度有2个版本，一个版本是眼睛以上，一个版本是眼睛以下。那今天Jenny呢，我要给它设计一个锁骨发，搭配一个短刘海，短刘海也就是眼睛以上的刘海。眼睛以上的刘海呢，你要注意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分区。分区你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分区的高度，还有分区的宽度啊。高度怎么去参考呢？关于分区的高度，分区的高度呢，参考2个点就可以了，其实很好理解。第一个点呢是客人的这个头型头骨啊，就是这些转角位，正面的转角位，还有侧面的转角位。看一下这个女生头型的转角位是比较偏饱满的，还是比较偏平的，还是比较偏尖的、偏塌的？先看一下，那Jenny的头型呢，就是比较偏适中的啊，不会太扁，也不会太平，也不会特别的饱满，适中。碰到这种适中的这个头型头骨呢，我的分区呢就会适当的不用太高。这里的高度呢，除了要参考头型头骨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发量。刘海这个区域发量越多，分区呢适当就越低；发量越少呢，分区呢就适当的越高，就这样去理解。它这里的发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整个耳前点的发量最正面这里的发量很多，然后呢到了这些转角位的发量呢偏少，两边偏少，中间偏多。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，你在分区的时候呢，最好是不要分得太多。分得太多的时候呢，你剪完的刘海呢就会怎么样？剪完之后呢，这个地方也是特别厚的，两边特别薄，这样的效果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最终想要的这个分区的量感呢，最好的效果呢是这个视线范围之内，从刘海的地方开始由薄到厚，这样去看是不是显得这里很厚，两边很薄，对吗？这个不可取。那我们的分区就要怎么样？分少一点。现在在讲的就是关于剪头发，第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刘海。刘海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分区啊，我的分区就不要那么高了。你看我的分区就不要那么高了，就不要分到顶点了，我就要分到顶点往前移一个手指位看看，往前一个手指位看看，一个手指位还是多了，往前移2个手指位再看看啊，这样的一个分区。现在的分区看起来是不一样了啊，整个视线范围之内看起来这个量感就是偏均匀的。剪刘海的时候呢，特别是这种齐刘海，你在修剪之前，这个分区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个分区中间薄，由薄到厚，这个就是关于平常剪刘海，你老是剪刘海剪不好，一定是分区不对，分区不对，那就会量感不对。那接下来呢是关于分区的宽度，剪刘海分区无非就是高低、宽窄。看看这个女生。它的分区的宽度应该去到什么地方？分区呢，一共会有这几种分区。第一个宽度呢是眉头的宽度，剪一些空气刘海的时候呢，划分就分到这个眉头的宽度。然后呢，第二种宽度呢就是脸型轮廓比较偏大的女生，第二种宽度分到瞳孔。什么时候的女孩子会分到瞳
孔呢，脸型轮廓特别大的女生，我们剪的刘海就会分到瞳孔。然后第3种宽度是眼角外眼角的宽度，就在这里。这种宽度呢，在工作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。这种宽度呢，相对来说好打理，不扎眼睛，剪完之后，同时呢还可以修饰到一些女孩子的中庭。中庭指的是这里这个轮廓。那 Jenny 呢，她的脸型轮廓呢有个特点，就是脸型轮廓呢凹凸面比较明显，就是太阳穴比较凹，颧骨比较，因为太阳穴凹，显得颧骨会比较偏凸。这种情况呢，她的刘海的宽度一定不适合剪到眼角以外的宽度，一定是在剪到眼角以内的宽度，你要注意了啊。还有第4种宽度就是眼角以外的宽度，有4个不同的宽度。剪到超过眼角以外的宽度呢，一定特别挑脸型。像 Jenny 小姐这种脸型就不太适合剪到眼角以外的宽度，因为剪到眼角以外的宽度之后呢，就会让她的太阳穴看起来很凹，颧骨很凸。这时候大家对分区的宽度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了？如果不了解的话呢，等下我们再拿图片出来再去看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看这里，双个品牌剪刘海，眼睛上的刘海呢会有4种不同的宽度，这是第1种宽度，就分区的宽度在眉头的宽度啊。呈现的效果呢是偏空气感、轻盈感，这是第1种宽度。然后接下来是第2种宽度，这种宽度呢就去到瞳孔的宽度了。这种宽度适合什么样的类别的女孩子呢？适合脸型偏大的、中庭偏大的女生。第3种宽度，就剪完的效果呢，宽度呢去到她的眼角的宽度。这种宽度用的是最多，因为剪完之后呢不扎眼睛，同时呢可以修饰到客人的这个中庭。第4种宽度，就它的宽度呢已经去到眼角以外了，眼角以外1指啊、2指。关于第4种宽度呢，它对女孩子顾客的脸型要求是非常高的，一定是你的客人脸型轮廓特别的窄，太阳穴跟颧骨之间的过渡特别平缓的女生才适合剪第4种宽度。关于刘海4个宽度，好不好理解？这时候你们都看得懂，但是呢不太理解怎么分，对吗？那接下来我们就画一下图给你看。关于分区无非就是2个地方，第一个是高度，第2个是宽度。宽度最常用的宽度呢会去到这里，这样的一个分区宽度。偏空气感的，这是第1种。第2种宽度呢是在瞳孔的宽度，瞳孔的宽度，瞳孔的宽度呢更适合一些脸中庭、脸盘子偏大的、脸大的女生，就很适合剪这个瞳孔的宽度。接下来呢，第3种呢是这里，眼角外眼角以内的宽度，适合比较百搭的。第3种刘海呢，我们在市面中用的最多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用的最多。它的好处、优点呢，就是剪完之后呢，既可以不扎眼睛，完全露眼睛，同时呢，又可以修饰到客人脸大的、脸盘子偏大。第4种，脸型条件好，或者颜值爆表，就去到眼角以外1指或者2指这种宽度。就市面上我们想到的第4种宽度，一定是适合一些脸型条件很好、颜值爆表。漫画刘海呀，很宽的刘海呀，就适合剪第4种，颜值一定要高。接下来呢，会有几个不同的高度，从顶点开始。有的女生分区的高度会去到顶点，有的女生呢会顶点往前移，往前移1指、2指、3指。这里的高度跟什么有关系呢？第一个是跟她的头型有关系，头型。有人的头型呢是偏饱满的，有人的头型呢是偏扁平的。越饱满的头型的人呢，分区就可以越低；越偏扁平人呢，分区就要越高。你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。关于分区的高度，你要注意的分析的是看头型。第2个呢，看发量。分区的高度呢，就是发量越多，量多，分区低；相反，量少，分区高。剩下呢就剪什么样的形状？剪刘海呢会有几个不同的形状，有方形、圆形、三角。剪刘海你只要掌握好这几个点就可以了，最主要的是分区的高度、宽度，剩下就是方形、圆形。接下来时间呢，我们就开始去演示，好吧？它的高度呢，我的分区呢会去到顶点往前移2指，然后它的宽度呢，我会剪到，因为它脸型轮廓呢是凹凸面明显的，中庭凹凸面偏明显，一定剪完之后要修饰到它的颧骨，所以宽度呢一定是在剪到它的眼角以内。OK， 双脚放平，谢谢。对，坐直，腰板坐直，谢谢。刚分区的高度已经讲过了，分区的宽度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开始操作了。脸型呢，中庭是偏凹凸面明显的，我的分区的宽度就不能太宽。怎么算宽呢？超过眼角以外的算宽，眼角以内的都不算宽。很好的区最好呢是刘海，主刘海的地方薄，由薄到厚，找一下分区看看。剪头发一定要干发剪了，特别是前面的脸基线的头发。关于刘海这个地方，因为干发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最真实看到它头发的这种宽度，头发的流向。
还有头发的这种蓬松度。剪完之后呢，基本上不用修，它就很干净了。湿发剪的话呢，剪完之后你还要反复修，都修不干净。头发散开之后，在你的眼角以内，这个呢就是我分区的高度跟宽度了。高度呢，顶点往前移，大概是顶点找到顶点，顶点往前移2指，这样的一个高度。为什么分到这个高度呢？因为它的额头呢是适当的偏饱满的，而且呢它的前面的发量呢是偏多的，中间，所以分区的高度不能太高，顶点往前移2指。剩下的是它的宽度，宽度呢，因为它的脸型中庭呢，颧骨是偏明显的，太阳穴偏凹，颧骨偏凸，所以宽度一定是要控制在眼角以内，不要太宽，也不能太窄。太窄呢，它头发呢是偏硬直的。剪得太窄之后呢，剪完之后呢也会拖泥带水，扎眼睛也不舒服。现在就开始修剪。修剪它的时候呢很简单，所有头发呢聚拢在一起啊，聚拢在一起。先设定一个长度，你第一刀长度呢可以适当的保险一点，放长一点啊，不要剪太短啊，先直接把它切方。好，先放长，保险一点点。剪下来零长勿短，零窄勿宽，你要注意这个口诀。然后继续可以慢慢的再回来，再把它的长度再改短一点点。改短一点点，再拿3个不同的手位、不同的角度。第一个，头皮零度，不让它特别齐，剪刀跟头发直进直出，点柔和一点。头皮零度一个角度剪完之后呢，压低你的角度，压到贴头皮，压低角度，剪刀再直进直出，点，再抬高，平行头顶的高度，再做一点柔和。你想剪刘海剪得比较生活，看起来不呆板，那你的发尾呢就不能剪得太齐。剪齐了之后呢，一定要做这种锯齿点剪，柔和发尾。这个就是我刘海的主刘海的形状。接下来把它吹顺，吹刘海的时候呢，微微带一下发尾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冷风把它扫散。搞出这种树状感，不要让刘海特别直。一刀剪完之后，最短的时间把刘海吹一点弧度，然后客人看镜子的时候呢，看起来更好看。主刘海呢就完成。剪刘海呢有2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呢是主刘海。刚才剪刘海呢，拉到一个高度去剪，剪完之后呢，因为它的发际线肯定是高低不平的，你看，发际线高低不平，不是整齐的发际线，所以剪完之后呢，你的底线一定是不够干净的，中间可能会多了呀。中间可能会长了呀，两边显得有点短了啊，这个效果是不好看的啊，一定不能让中间的头发长。闭眼睛，一定不想让中间头发长。中间的长，把中间头发呢把它点走，点掉。第2个重点是副刘海，关于副刘海，有的人呢副刘海呢是分的比较薄是好看的啊，有的人的副刘海呢是要分的比较宽好看的，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这个呢就跟他的头型有关系，跟他头型跟他的脸型有关系。他的头型呢是正面是饱满的，转角位呢是比较偏扁平的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我的反应呢就是他的副刘海要分多一点点，因为分的太少的话，你剪完之后它还是扁，分的很少这里还是扁。你要有足够多的头发，剪完之后作为副刘海剪短之后它才会蓬松，这是第1个点。第2个点呢是它的这个太阳穴往下走的地方是偏凸的，偏凸的地方你的分区也要适当多一点，才能够修饰到这个中庭。转角位头型饱满的人呢，分区副刘海少一点；脸基线没有凹凸面的，中庭不宽的，分区也少一点。它这里又扁，中庭呢又偏凸，那我的分区副刘海呢就会适当的宽一点。不是每个女生都会像她分那么宽，因为她的头型这里偏扁平，所以呢要分宽一点，这样的一个分区。好，接下来是开始修剪。这时候呢，他的头发呢是有点断层的，有凹凸面的。这时候呢也不着急，先剪结构，可以先调亮感，先去亮，把这个发片呢拉到相反方向，先去亮。去完亮之后再剪。副刘海比较关键的地方呢，就是你的修剪的这个层次。有的人的层次呢是要从这个颧骨的地方去修剪的。有的人是需要从这里剪，有的人呢是要在嘴角或者下巴以下去剪的。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这个呢，第一个是跟脸型有关系，脸型凹凸不平的，这个层次一定要低。第2个呢是发质啊，它这种发质是偏粗硬的，因为炸起来的啊，这种层次呢也要低。
什么时候剪比较高的层次呢？脸型轮廓很好的，凹凸面平顺的层次可以高。还有第二个呢，是这里的头发特别细软的也可以高，但它的不行，它的一定是低的，是低层次的。嘴角啊，或者是下巴以下，所有的副刘海剪的形状都一样，剪这种内弧形的形状就可以了。内弧形，内弧，从底下往上剪也可以，或者你从上往下剪也可以，修剪出内弧形。剪完之后呢，把它提升起来。如果有角的话呢，把角点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副刘海，副刘海就完成。这种是不能连接的啊，千万不要连接。当你连接了之后呢，这个头发会被它颧骨顶起来了。适当的再去一点点亮感就可以了。底下不厚的，是上面的厚，去一点点亮感就可以了。去完亮之后呢，它就贴在脸上，这个效果就很好。好，这边一样的，在下巴到嘴角附近起刀，这些。发尾尖尖不要太齐，微微抬起来，抬高它的角度。最表面这个地方呢，不要让它有角，去角。这里太厚重了，把它抬高起来角度，去亮。副刘海的秘诀呢，就是你的层次要把控好。除了层次以外呢，就是你的去亮要适当的柔和一点。轻盈一点，轻之后呢，它就可以贴在脸上，贴在脸上之后呢，就会有美感，就可以修饰到脸型。记住，副刘海的重点就是你的长度、层次比例要对，你的发尾呢看起来要柔和，就这两个关键点。接下来是开始定长度。定长度呢，你只需要把左边、右边的头发分开，一分为二，划分到脖子一半，一分为二，脖子中间分开。设定长度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的就是呢，它的坐姿，你客人的坐姿，尽可能不要交叉腿，双脚放平啊，然后呢，头抬起来，平视看前方，不低头，这些不低头啊，真理，抬头，平视看前方。好，然后它的长度呢，今天我设定它的长度呢，会去到锁骨以下。锁骨以下大概4指吧，这样的一个长度，最常用的长度。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两边头发垂直它的脖子，垂直往下剪，设定一下长度。所以你不低头的啊，对，就这样特别好啊。这时候你只需要一刀把它切齐就可以了。比较常用的一个锁骨发长度，不低头，平视看前方，就特别好。为什么不能让它低头呢？因为低头的话呢，耳前点头发会被我们剪短。耳前点头发剪短之后呢，等下你剪脸部边层次的时候，你就不好控制。耳前点剪短之后呢，你就发现剪脸部边层次的时候，你不剪脸部边层次已经缺掉了。可以快速设定长度。接下来是后面，那后面头发你只需要呢找到它头骨最宽的地方，头骨最宽的地方垂直往下走，以外的头发不用剪。剪头骨以后的头发，然后后面的形状呢，除非你的前面的刘海，那刘海剪的是特别方、特别厚的，那后面你就一刀切前方。那如果你前面剪的是比较柔和的，你的刘海剪的不是特别方、特别厚的，那你后面你只需要剪到头骨以内的头发呢，2点条线把它剪成方圆形就可以了，剪成方圆形就可以了。把它修剪成方圆形就可以了。所以你麻烦你头低下来，对，谢谢。像这种女生，觉得你这种女生她的后头
去的发量比较多了，你就让他低头看脚，然后呢，把他的发际线的头发剪掉，剪3个面，头放正剪，先低头剪，然后再抬头，下巴抬起来，谢谢。对，再抬高点也可以哦。啊，表面再来一片，表面再来一层，表面再来一层，表面这里再剪一层，剪3个面。那这样剪过的底线呢，基本上他洗完头之后怎么去甩头走路在路上，你的外线呢也是干净的。OK， 把所有的底线往后剪一个刀口，往前剪了一个刀口。那它侧面的头发呢？从肩膀后面到肩膀前面呢，它底线一定是过渡不够紧密的。那接下来你就需要肩膀后面压低你的手位，把它磨过去。让你的底线往前打理的时候呢，底线过渡的会更加的紧密。一直磨，侧面头发整个侧面头发带到前面去，把这些角磨掉。磨掉它就会有个好处，好处就是等下你在剪边缘层次的时候呢，是可以跟你侧面的底线可以更好的过渡衔接。肩膀后面这些，把它磨掉。其实这个底线就是方圆形的底线，侧面，你看，会很零散的。侧面的头发，把它慢慢的磨过去。慢慢的带到前面这个面去，有棱角的把它磨掉，把它磨掉，就是方圆形底线。等下你在剪边层次的时候呢，这些地方头发呢就不会那么突兀。还有，你看，磨掉。一直往前磨，好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底线呢就完成了。下一步呢做什么呢？下一步呢就是剪边缘层次。就我的习惯了，就是定完长度我们现在已经把长度定完了嘛，对吧？正常我们所有人长改短，定完长度之后呢，你的底线都是特别的直的，特别齐的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除非你不剪边缘层次，计划是要剪边缘层次的话呢，就不允许你头发特别笔直的情况去剪，那样很不好剪，不容易看出效果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就定完长度的第一步，剪层次之前的第一步，要先把头发吹点弧度，之后再剪。不用吹得太弯的，只需要你在剪这个层次之前的头发的状态不要太笔直就好了。你们还要注意一个呢，就是当你把前面头发吹出弧度了之后呢，后面头发太笔直的时候也不好剪，所以前面头发吹弧度以后，后面头发也要吹出弧度。耳朵前面的吹出弧度之后呢，现在我也会把耳朵后面头发也吹一点自然的弧度。垂直往下往后吹就好了，耳朵后面的头发。另一边头发也是一样的，垂直往后吹。关于边缘层次呢，你要去思考、去判断。有的人呢是适合剪高的边缘层次，有的人呢是适合剪低的边缘层次。这时候呢，能不能剪高的边缘层次呢，或者剪低的边缘层次？第一个看发质，如果头发沙发毛躁特别严重的，那这个时候层次一定是低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除了它的发质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发量，可能耳前点的发量是很少的。耳后点的发量是特别密的、特别多的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也不太适合把前面头发剪特别多的层次。前面头发本来少，耳后头发本来多，前面层次剪得越多，客人往前去打理去放的时候呢，会显得后面头发呢会越方、越呆板、越死板。假设你耳前发量少，后面的多，你已经想好了要剪边层次剪得很丰富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注定等一下
注定你后面一定要把它的去量去的特别的多，才可以解决把头发往前放，才可以解决这个地方很钝这个效果。私信我，拿他的作品给我看，有个问题就是边层次剪得很好，后面头发怎么去量怎么打薄，客人已经觉得已经很薄了，往前看还是很死板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更何况前面少后面头发多，你已经剪得很高层次了，你还不想去把后面打薄，那这种头发是不可能好看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剪手骨发的第3个重点，第3个步骤，边缘层次。边层次你要注意呢，就是要几个点，判断好你的这个客人适不适合剪边缘层次。适合了之后呢，你就要去考虑，但是有3个地方你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呢是整个边缘层次你分区的地方啊，基本上分到耳上就可以了。剩下呢就是你要去确定你剪多高的层次啊，剪多高。从发际线到底线这里是40厘米吧，或者理解是10厘米吧，好理解点。10厘米的长度，你剪到它的1厘米的层次，还是2厘米层次，还是3厘米的层次，还是4厘米的层次，你要注意的是高度。除了高度以外呢，就是你要剪的宽度。宽度指的是整个耳前这里的这个宽度10厘米的宽度，你是剪1厘米的宽度，还是2厘米的宽度，还是3厘米的宽度？这第2个点你要注意的。除了高度、宽度以外呢，剩下你要注意的就是剪什么类型的形状。剪边层次呢，一共会有3种不同的形状。其中一种形状呢是这种，一个发片往前带，刀口往里面挖进去的，这个叫内弧形。内弧形呢，它的刀口的特点呢，就是剪完之后呢，层次的呈现会很明显。但它也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剪内弧形状的时候呢，很容易把这里头发重量拿走的太多。那第2种形状呢是外弧形，往外走，一个发片往前带，剪外弧形刀口。那这个刀口它的特点呢，就剪完之后呢，拿走耳前的发量的头发呢会更少，拿走的更少，保留底线的重量。但呢，它的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剪完之后呢，层次呈现的视觉不会那么丰富。外弧形形状没有内弧形状那么丰富。除了内外弧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刀口呢叫3角切口，3个不同切口。那碰到它这种头发呢，你可以任意去组合。最常用的刀口呢是2个去组合，内外组合，或者是3角跟外弧的组合。我们先看看脸部边缘层次。如果你在把控不好的话呢，建议你分3个刀口去修剪，3个发片。怎么分呢？就是耳前点的头发呢，把它分成3份，把这里头发分成3份。第1份分到这里，这里是前侧点，然后呢，第2份呢分到这里，这里什么地方呢？鬓角点，可以去组合的，可以这里剪内弧，这里剪外弧，第3片剪外弧。你要懂得内弧剪完之后拿走头发的重量更多，外弧呢剪完之后呢保留重量会更多。内弧形状呢剪完之后呢层次更丰富，外弧形状呢剪完之后呢层次没有那么丰富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修剪。我们看一下关于剪手骨发第3个重点。边缘层次，它的几个不同形状的变化。耳前点头发呢分到前侧点，然后整个发片呢往前往鼻尖去带。带的时候呢，你要确定好你要剪什么样的层次啊。它头发呢是偏硬的、偏粗硬的，那基本上层次呢参考呢要去到下巴以下的，尽可能不要剪到齐下巴，下巴以下3指到4指，这样呢有个好处，好打理。边层次剪得越高，越不好烫，越不好打理。尽可能边层次要去到你的下巴以下4指。你这里单独剪完之后，你发现层次很低没关系的，最后面的你可以，这里不是还有副刘海吗？你可以从副刘海跟这个边层次做一点点视觉衔接，那它看起来也是层次很高的。然后把整个耳前点的头发呢往前带，然后把它梳成什么样的状态呢？梳成水平的状态，梳成内弧，然后刀口下去剪这种形状，内弧形，内弧形形状。OK， 好，第1刀完成。接下来剪第2刀，第2刀划分到鬓角。这里呢，如果你的客人这里的发量是够多的，你可以继续再剪内弧；如果第2片发量不多的呢，可以剪外弧。它的发量是可以的，那你可以剪内弧。继续切口再往下去延伸，往下延伸，从上往下也可以，或者你从底下往上剪也可以。
然后接下来是第三片，微微往一边侧一点点，谢谢。为什么要侧呢？因为它的鬓角很难剪干净。侧下来之后呢，你提拉的角度就可以拉得很低。这里我就会剪外弧，你也可以平刀口去剪，剪外弧。第3刀呢是你侧面的层次，跟你侧面底线过渡的地方。不管前面2刀怎么剪，第3刀都建议你剪这个形状，外弧，不要再挖内弧。挖内弧之后呢，这里会太尖了，洗完头之后容易翘，还原度没那么高。好，这样做完之后，通常鬓角头发会多出来的，把鬓角头发划分出来前侧点再下来一个点叫侧部点，侧部点以下的头发，这片头发，你可以垂直贴脸往前走，把这个角去掉，这个头发是多余的，鬓角头发是多余的这时候呢，你的脸部边层次的形状就出来了。接下来另外一边，耳前耳后分开，先剪耳前的部分。耳前头发呢分3份，第1份分到前侧点，整个发片呢找到它的鼻尖，梳头发的呢水平净梳，水平净梳，找一下洗刀。如果你真的是怕剪不对称，你可以找到另外一边的头发作为导线，这里头发作为导线，两边做参考。你看，这片画翻到客人的鬓角，注意看鬓角。剪第2片的时候呢，靠片不要往前走了，找到它的转角位。第2片的靠片在转角，转角位的靠片，继续切口往下去延伸，切口往下延伸，剪内弧。第2片剪完，接下来第3片。不管我前面2片怎么样剪的，第3片尽可能建议剪外弧，压的手位比较低，抬起来。这里会有个角，把这个角磨掉。磨的时候呢，这里心里面告诉自己，我要剪这个形状，就外弧形，不要再挖进去了，不要再挖进去剪内弧。剪内弧的头发容易翘。通常呢，这里会多一个角，侧部点以下的角，这个角整个发片垂直往前走，把这个角磨掉。鬓角头发都是多余的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两边的边层次呢就完成。剩下2边头发并在一起去检查，整个头发往前梳理。去检查一下，不要一边长太多，一边短太多。其实这种边层次呢很常用的，我们经常在店里面经常剪。然后接下来呢是第4个部分，后区的头顶的层次。结构的层次，那这种手骨发层次的落点层次会去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会去参考它的这个肩膀，参考肩膀。那我的层次呢，距离在肩膀附近就1/3处吧。手骨发的层次用的最多的是长度的1/3处，这里发际线到底线3份，1份、2份、3份，1、2、3，剪到这里最常用的层次。好，你可以从头顶就开始取一个。从骨梁区的地方取一个发片，要设定一下长度。能剪的其实也并不多在这里。直接抬起来，抬到90，抬高你的手位，剪一个这种圆弧形的形状。头顶头发一定要锯齿，不要剪平刀口，因为剪锯齿的刀口呢往下掉的时候呢，你的刀口就不明显，不会有重量线。好，整个头顶的层次的高度已经设计好了，剩下所有头发呢就围绕着你这个层次的高度去剪，就可以。你可以从上往下剪，也可以从底下往上剪。它整个后区的发量是偏多的，碰到偏多的头发呢，我的分区呢就会分，这里面呢就会分个5片，紧侧点内1片，发量多了紧侧点以内要分3片，发量少才5片。这个地方以内分3片这里1份，好，另外一边紧侧点以内再1份，2份。另外一片紧侧点以内，再来1份，这里面就会有3个发片，剩下呢就是紧侧点到耳后4片、5片，等下耳前点6片，另外一边耳前点7片，
发量多了分7片，他头发是发量偏多的，那我就分了7片。接下来开始修剪，修剪的时候看看它的发量如何，看看枕骨区以下的发量多不多。发量是偏多的，那我的修剪呢会提拉到头顶到发际线1/2处去开始。点剪不剪短，点剪由合不剪短。如果发量少的话呢，我就不剪底下了，直接抬到转角位去修剪就可以了。它发量偏多，提拉2个角度，再跟你头顶的导线连接一下，剪一个外弧，外弧去除，这个就是头骨发的层次。接下来另外一边这里，颈侧点以内。颈侧点内的头发全部都是原位提拉，原位去提拉，这个地方不要剪短，点剪由合掉就可以了。再抬高你的角度，转角位以下的都是剪上短下长，圆形堆积。上面呢就剪上短下长，相反。圆形去除，最后一片，这一片头发呢就到了颈侧点以外了。颈侧点以外的头发呢，你的靠片呢就要往后靠，往后折角去修剪。再往上变成原位，原位提拉，转角位以下剪圆形堆积，剪圆形去除。另外一边，颈侧点以内原位提拉，不用剪短，点剪由合。碰到发量多的，我就提拉到水平的高度，点剪由合。碰到后区枕骨区以下发量少的，我直接提拉到转角位，点剪由合，不剪短，跟你上面剪过的头发微微连接，剪圆形去除。耳后最后一片，这片头发呢就是颈侧点以前到耳后的头发。这片头发你要注意，就是靠片要往后走，往后直角修剪，微微点剪由合，再变成原位提拉。U 字区以下剪圆形堆积，点剪由合。剪完之后呢，上长下短。U 字区以上的头发剪圆形去除，跟你上面衔接的上。就可以了，整个耳后的层次我们就修剪完成。接下来是耳前，因为耳前已经被你拉到前面去剪过很丰富的边缘层次了，所以耳前呢不需要往哪里靠片，只需要原位提拉。你要注意的就是剪到耳前脸部边缘这个地方，你剪它的层次，一定不能够去修剪它的 U 字区以下的层次，整个层次一定是在 U 字区以上去修剪。一旦剪两边的层次，一旦你去剪了这些 U 字区以下疯狂剪的层次之后，它往下掉的时候，洗完头这个地方就容易翘，太轻了。注意，所以你看我只会剪它的 U 字区以上，你看我只会提拉到转角位的高度，底下头发不剪短，由合掉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要表达层次也是在这里去表达层次的，最头顶就可以了。另外的一边提拉到转角位，不需要靠片，原位提拉就可以了。不用往前，不用往后靠。OK， 整个结构层次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修剪完成。但看上去呢，还是会有问题的，美感上还是会有问题。有什么的问题呢？底线太钝了，会不会？底线太死板了，形状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，这头发呢就感觉少了一点点什么灵魂之类的。那就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，一定是你的量感不对，因为这里的层次已经很丰富了，但是呢，你后区呢很厚，那看起来就很突兀的。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去量。但去量之前呢，我们得去观察它的发量什么地方厚了耳前、耳后去划分开，看一下耳前的发量是多少，再看一下耳后的发量又是多少。耳后的发量呢，再继续细分，看看是枕骨区以下的发量比较多，还是枕骨区以上的发量偏多。这个是很关键的。它发量呢是这个地方比较多，枕骨区以上比较偏多。好，那等下我去量的时候，枕骨区以上我就大量拿走它的量感。好，头低一点点。那我先做它的枕骨区以下的，避免它平常绑头发的时
说呢，粘头发不会有一些毛碎头发掉下来，那就分一点点覆盖层。整个发片呢，往后带，好，OK， 再来一层。如果你决定今天要烫发的，那你就先烫完之后再调亮。那我们今天不烫，我们直接调到我们目标的发量。如果今天我要烫发的话呢，整个头假设我要拿走30%的发量，那我会先拿走10%，剩下的20%烫完之后再拿。好，这里去亮呢会比较粗暴的，我会跟你做一些所谓的束发片，这样从根越来越长，剪完之后会服帖，再来从底下根到往上再剪。它会蓬松，其实没有用的，这种长度头发没有用。这种头发的意义就是你剪完之后，它的发量看起来要均匀，能做到的就是均匀。往前打理呢，底线不呆板不死板才是重点。那最头顶呢，基本上只做它的中尾段就可以了。最头顶的头发是覆盖面，不能打它的发中，不能打它的发根，打完洗完头就毛躁，所以只做它的发尾、中尾段，就可以了。最头顶的束发片做去除。剪完之后最好是什么样的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去完的量呢，最好是往下掉的时候，你找不到你剪过的那个结构，找不到视觉上看不到你剪过的这个结构，没有重量线，那就证明你这个量去好了，完全找不到剪过层次的痕迹，那这种柔和度就是好的，你要注意了。啊，这时候呢再往前放，去观察一下，那这个时候去看呢，它就好一点了，是不是比这边好了？但是还是不够，是哪里的问题呢？应该是这里的问题，这些地方转角的问题，啊！因为这头发的量感不是这样去观察的，不是散开去观察的，你是全部头发都堆在一块，往前面去堆在一起去看的。那这时候呢，即使你后面已经剪得很均匀了，往前放，它也会显得这个地方发量很厚，因为它的头发是绕过了肩膀堆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个地方要适当的去亮。这里这个地方，这些地方的发量是多了，前面的发量应该是不多了，所以这里要去亮，这里要适当的拿走点。分个这种高的三角形，把这里的亮感多去一点，头发绕到前面去啊，这个地方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了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还有就是耳朵前面的发量，耳前的发量，这里了，这些地方，最表面。最后一步，这边的最后一步，转角，耳后的转角。通常这个耳后的转角的发量呢，我一定是把整个这个侧区的量已经做到均匀了，然后再回来单独的去处理。在它已经很均匀的情况下，再单独的处理。因为你剪的其实很均匀，所有头发都堆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会显得它不均匀。在这里，你要把一个手骨发从长改到短。剪完之后呢，看起来不死板，这时候发量也是很关键，侧面的发量，量感是非常重要的。看看这边的发量，那这种发量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死板，对不对 ？OK， 另外一边，你们看看两边的发量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？不一样的，这边会很死板，这边看上去呢很自然。头发都收进去了，这边都炸出来的，就方出去的，这边呢是收进去的，不一样的视觉。这个效果是怎么出来的呢？调亮、去亮，枕骨区以下，长改短，你的这些地方枕骨区下，脖子位，除非他脖子是特别瘦的，脖子特别贴的头发，那你就不需要去亮，要不然呢后面的发量太多呢，鼓起来显得脖子很胖，这个手骨发就没有灵魂。不要粗暴了，就看到哪里厚就做哪里了。枕骨区以上，到了表面的覆盖区就不可以这样做了。表面的覆盖区呢，就做它的发尾，做发尾尾段的量就可以了。最表面的这些，因为刚剪过呢，它会有一点点痕迹，那你就束发片，把你刚才剪过层次的地方呢，虚化掉你的这些切口，
虚化完之后，他自己回家洗完头，这种头发就不像是刚剪的，像剪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表面刀口就很自然。它的发量这边偏厚，有一边偏厚，有一边偏少，就这边要去掉一点点发量，往前放看看。转角这里，翻到耳朵的高度，这里分一个三角区。前面是头发少，这里是头发多的。还有就这里耳后的转角这个地方。很多人担心的这样剪会不会毛躁啊？毛躁你也看不出来，因为剪的全部都是覆盖面以下的量感，覆盖面以上的只做了发尾，所以它不会毛躁。长改短，你的刀口一定会很死板。那这样剪完之后呢，你就发现，我相信你们透过镜头也能看得到，这样剪完之后还会不会死板？剪完之后是不是就不死板 ？OK， 好了。那这种头发呢，在吹头发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的呢，就是吹完之后呢，既不能卷，但是要有弧度，不能有凹凸面。这边头发是比较关键的，耳前表面这边头发比较关键。你要吹完之后呢，你这里的蓬松度一定要贴脸，蓬松度高度要跟刘海一个高度。耳前头发会分两片了。U 字区以上一片，跟 U 字区以下一片。这里吹的是 U 字区以下的，压顺一点，不要让它太毛躁。不用吹卷，微微的滚梳往前带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耳前，耳前这边头发呢直接往前带，往前吹，由高到低，这样去吹。这两片头发都比较关键的，吹完之后呢，贴在脸上，干干净净的。继续耳后，吹耳后头发你就往后吹，往后往下吹，耳后头发水平微微往后往下吹。吹发根不能让它太弯，发根吹顺一点，垂直往下吹，往前带。眼睛线头发要吹出光泽度，不要带到侧面去吹，带到前面去吹。不需要太高的角度。耳后，滚梳往后往下带，风嘴跟着滚梳走。只要是耳朵后面的都是滚梳往后往下带，左边头发往右边带，右边头发呢往左边带。调整一下头顶发根，发根吹正一点点，把头顶的发根吹正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呢，这头发已经全部都剪完了。最后呢，会检查一步，检查什么地方呢？检查刘海的这种厚薄度。因为这刘海一开始是没有去过量的，只是剪了结构。刘海去量，分两个发片，往中间靠，剪刀打斜，剪去除，往中间靠，剪刀打斜，剪去除。OK， 去完量看起来会自然一点。所以你可以跟镜头打个招呼。锁骨发呢，我们就剪完了，最终的效果已经出来了，剪完了，带顺了，吹顺了。那剩下时间呢，我们就去复盘一下这种锁骨发在工作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几个细节。锁骨发呢，首先呢，我的理解呢，最比较关键的是它的刘海，刘海已经定了风格了嘛。但是你的能力、你的审美、你的整体的实力到什么地方，一个刘海已经决定了，已经呈现了。所以呢，刘海呢也是比较关键的。关于刘海呢，就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分区。关于分区呢，就是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高度，它的高度呢，我的分区呢就分到了顶点往前移2指的高度。那宽度呢，在眼角以内，在这个外眼角以内。高度分出来到顶点以前2指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头型呢是偏饱满的，
面的发量呢是偏多的，所以我分区的高度比较低了。当然，其次呢，为什么要会分区的宽度呢在眼角以内呢？是因为呢它的中庭啊太阳穴比较偏低，颧骨偏高，我要修饰，最好的修饰是在眼角以内这样的一个宽度。如果再继续剪的比较窄的话呢，太过于窄的话呢，它也会不好，它会扎眼睛。那这种刘海呢，它基本上是不怎么扎眼睛的，不会扎眼睛的。剩下就是呢，剪完一个方形之后呢，回来拉3个角度，头皮零度，平行头顶，贴头皮啊，去做一个锯齿裁剪。剪完之后呢，去一点点亮，抬起来角，剪一个去除去亮。副刘海比较关键的就是你要分多少多宽，它的是算是比较宽的副刘海。宽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的太阳穴比较凹嘛，凹陷。那你分的很少的副刘海，那剪完之后呢，它这个地方还是会凹的，发量不够，蓬松度不够，所以我分区就比较多。分的比较多的副刘海剪完之后，它就会比较蓬松，就会显得它这个转角位不会那么凹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呢是修剪的这个刘海的层次的高度，你看一下这个层次的高度是不连接的啊，这主副刘海是脱节断层了，不连接的。为什么剪不连接呢？因为它的脸型需要修饰，还有就是它的发质呢偏粗硬。一旦剪连接的，一定是脸型轮廓厚度特别平顺的，没有凹凸面，颧骨不高的，或者发质偏细软的才会连接啊。剪刘海你要注意的重点，好吧？然后剩下的是长度，它的长度呢，锁骨发来说呢是算是比较偏长的版本了，它的长度已经去到了锁骨以下4指了，锁骨长这里，锁骨以下4指，快5指的长度了。这个长度呢就跟它的这个头肩比有关了，头型偏宽，肩膀偏窄。整个头型偏宽的，头偏宽的女生呢，长度呢就不要太短，短的话呢看起来会整个轮廓会偏方，适当的长点呢，整个头发看起来整个形状呢会偏椭圆。什么算长，什么算短的锁骨发呢？我的理解，卡到锁骨这里就算短的，找锁骨，锁骨这里算短的。头偏窄、脸偏窄的女孩子呢就适合剪这个长度。头型偏宽，发质又粗硬的，发量又比较多的，建议呢剪到锁骨以下3指到4指这样的一个长度。那剩下的就是脸部边缘层次了。它脸部边缘层次呢，我就用到了2个不同的刀口，分了3片剪完了。前刺点以前，整个发片往前，水平的提拉方式剪了一个内弧。这片呢继续分到鬓角这里，又继续再挖了一个内弧。第3片呢是耳上压低手位，我这里剪了一个外弧。2个不同的刀口分了3片去修剪。那剩下的是后面的结构层次。后面的结构层次呢，基本上去到了，还是在肩膀附近。它的头发呢，整个耳后枕骨区以下的发量呢是偏多的，所以刚才我在修剪的时候呢，我就提拉到水平的高度，水平头顶发际线一半的地方水平提拉，把它剪成了点剪，点成了上短下长堆积刀口，再提拉到了第2个高度，转角位的高度，转角的高度，一共2个提拉角度。转角位以下呢，点剪柔和，剪堆积；转角位以上呢，剪了一个去除，拉了2个角度，剪了2个不同的刀口。就我们在生活当中剪这种锁骨发，你要想把它的核心拿捏好，你就要注意几个点：刘海呀、底线的长度比例呀、脸部边缘层次啊、后面的层次啊，这几个点。剩余的就是去亮了。去亮打薄呢，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要把这个头做均匀，均匀的同时呢，又不会太碎。所有头发长改短之后都会面临一个问题的，就底线会特别钝、特别死板。那你看我这个最终剪完的效果，它其实并不会特别钝，因为我把亮感搞好了。亮感影响美感，去亮你要做到是均匀就好了。好，整个头我们就做完了。